枪击不中，刀下无情。傅小安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。不久，维新政府成立，他仗着日本人的后台，在上海称孤道寡，对南京不加理睬。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对他束手无策，特别派了陈群邀约傅小安到南京去做名义上的述职拜谒，费了无数口舌，傅小安坚决不去。本来梁鸿志想向上海市筹些款项，要他缴付一些税款，但傅小安提出一个反要求，说是上海市政府开支庞大，除了沪西的烟毒有些收入之外，只在北西藏路桥，俗呼新垃圾桥，北突办了一个蔬菜市场，每月有20万元收入，其余还是靠日本人办的经纪机构补贴着，要维新政府给他钱。维新政府向他要钱，不但要不到，他还要南京每月给他20万元，否则他绝不到南京。梁鸿志弄得没有办法，只好勉强应允，他才到南京去拜谒一次。维新政府一再要求日本当局更换上海特别市市长，日方始终没有答应，而且说明各地的政府多依附在各个军区之下，南京有南京的军区，上海有上海的军区，两个军区的首脑不愿意这类组织联系起来，只要维新政府挂着一面五色旗，上海特别市政府也挂上一面五色旗也就算了。所以梁鸿志对傅小安始终鞭长莫及，一点也指挥不动他。傅小安在上海的工作只是对日方百般联络，做着迎新送旧的工作，每天晚上大摆筵席，还要提供色情对象。他对这一套工作做的却是八面玲珑，有声有色。他的家中有一个主持厨政的老厨子，名叫阿朱，跟随他已有多年，管理着各式厨师，轮流做着四川菜、北京菜、上海菜、广东菜，所有采办材料的事宜统由阿朱负责，进益相当可观。阿朱是山东人，为人爽直而有烈性，每天晚上见到无数日本人携着淫娃荡妇，丑态百出，而且几杯黄汤下肚之后，击掌唱歌，东倒西歪，实在看不上眼。傅小安每天一清早总是上市府大厦去办公，那座大厦是宫殿式的，前门有很宽阔的诗集，他到达时威风凛凛地走上诗集。一天，他从容地步上市府诗集，忽然间有一大汉对着他连开2枪，但是这人枪法并不高明，傅小安一点没有受伤，而刺客反被卫队包围起来，刺客紧握枪支，还是高呼要打死傅小安。傅小安急急忙忙逃进内室，惊魂甫定，传令下去，把这刺客乱枪打死。这个刺客被打死后，傅小安召集几个秘书和卫队长研究刺客的来历，有的猜测是中央的特务，有些人疑心是日方的特务。突然间，傅小安拍了下桌子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不必追究，也不要把这消息透露出去，把刺客埋掉就算了。”手下当然照办了事。后来傅小安向秘书们透露说，这刺客定是南京方面派来的。上海一般市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，我因有一个宁波朋友在傅小安手下任职，当时他也在场，后来是他告诉我的。傅小安受过这次惊吓以后，就有挂冠求去之意，但是他很相信算命的。其实上海新闸路有一个姓丁名叫太炎的星象家，傅小安便装往访，丁太炎替他排了8字，再看看他的相貌，顿时放下朱笔说道：“这是一品大官的命，最近曾经遭到杀身之祸，但是转危为安，有惊无险，而且以后还有10年大运。”傅小安听了他的话，
心中暗暗佩服，付了象金就走。就为了这位算命先生的一句话，他就打消此意，决心依旧做下去，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将来还有好运。过了好久，一天他没有应酬，悄悄地提早回到虹口住宅。不料当他跨进内室，见到一个内眷正和他的厨师阿朱睡在床上。傅小安当时很镇定的默不出声，阿朱反而不好意思，向傅小安求情说：“老爷，我实在没有面目再做下去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，让我到别处去做小生意？”傅小安当晚就拿出一笔钱，说：“这钱就送给你，但是你要若无其事的再做1个星期，等我几次客请好之后再走。”阿朱当然答应了，天天清早上菜场办货，晚间督厨做菜。到了第6天，这天是民国29年1940年10月10日早上5点钟，阿朱忽然烈性大发，手执菜刀闯进傅小安房中。那时傅小安独居一室，睡得正熟。阿朱提起菜刀，像宰猪一样把傅小安杀死了。阿朱走出房门时，还将房门带上，到厨房中拿了几个菜篮，走出大门。当时与门前的几个守卫人员还含笑招呼，然后踏上脚踏车，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。傅小安竟是如此下场。